想在你们院长面前刷存在感。也算是吧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你是我和我老妈很欣赏的演员，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自暴自弃。如果你遵照医嘱，很多伤处都已经痊愈了，你早就能出院了。但你非得用自己的身体来抗争，你觉得这对你而言是好事？你真这么想？我是在研一的时候看你的电影，那时候刚遭遇过算是我目前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儿，觉得整个人生都灰暗了。老妈突然向我安利你的禁书，说有个很惊为天人的男演员，我就抱着打发时间的心态看了。看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他打造了你这样完美的人，又给了你足够的灵性和适合的舞台。很多人最初会被你的脸给迷住，可之后你对表演的执着，对演技的磨练，才是长久征服别人的东西。你也许不在乎你的脸会不会留疤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别留疤比较好，一直完美的走下去。没想到他会说这个。禁书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，演的虽然是个配角，却为我打开了以后的路。哼，你是为了贺乔燕才这么说的吧？他？这跟我老公有什么关系？我这次电影的投资方是鼎盛传媒，它是贺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，你不知道？我对我老公的业务范围不熟，我也不从商，所以不太知道。我先让护士帮你换药，你是个公众人物，你的脸和身体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好好养伤比什么都好。让他们滚进来吧。好。你帮我换。我不熟悉你的伤，要是操作不当容易留疤，我在旁边搭把手就好。你是谁？别跟我说你妹妹或姐姐或初恋女友有同样一颗痣，那太狗血了。让你久等了，云山。啊，没有的事，嫂子。你现在做好决定了吗？做好了。我想生下来。你是认真的？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？还没有想好。云山，你太冲动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想错过这个孩子。错过这一次，我可能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有他的孩子。我不认同你的想法。我要是爱一个人，我就冲上去，想方设法告诉他我爱他，而不是用你这种方式来证明。更何况你这事儿里面还牵扯了一条人命，你知道吗？嫂子，我很欣赏你的做法，但我和他之间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希望你能帮我保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就说。谢谢嫂子，我真希望能早点认识你，那样的话，我可能已经把人撩到手了。现在认识我也不迟，相信我，你会遇到很好的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啊。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。耽误嫂子工作这么久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。好的，那你路上小心。嫂子再见。春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下班时妇产科的主任找我问杨若薇的近况，我才想起之前给杨若薇打电话拜年时，她没接电话也没回短信，我有些不放心，于是下班后决定开车去杨若薇出租的房子看看。若薇，若薇，你在里面吗？若薇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聊聊好吗？若薇。1月，你先进来吧，有点乱，你别嫌弃。你去洗把脸，过来吃饭。喝吧。
以月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，摊上这么一帮家人呢？他们是供我上学没错，我工作之后不是在尽我所能的资助他们吗？他们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的难处？他们看到你给我买的那件大衣，就非得认定我是被男人包养了，愿我有钱也不给他们花。他们为什么一点都不了解我，不信任我？我好几次加班加到晕倒，他们没一个人关心，只会一个劲的催着我给他们打钱。他们让我给他们存钱买房，存钱养老，存钱给我弟娶妻结婚。那我的生活呢？我要怎么过？我现在都不敢谈恋爱，就怕会像上个男朋友被吓跑了。你说，我怎么就活得这么扭曲呢？杨若薇所经历的苦，我都没经历过，不知道说什么才不算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刚才那些话跟他们说过吗？没有。你不说你的辛苦，他们很难体谅的。如果他们是以为你在城市里过得不错，才能有余力帮助家里呢？他们不会这么想，他们就是想把他们曾经花在我身上的钱翻倍的捞回来。我倒宁愿自己真的被包养了，给他们一笔钱，从此断绝关系多好。你就是在气头上才这么想，气消了就不会了。我以前总是不好意思承认，一月，我真的特别羡慕你，也很嫉妒你。你家境好，学历高，工作能力还强，结果找的男人一个比一个优秀，贺乔燕还这么有钱又疼你。我每次难受的时候看到你，我就特别羡慕你，好像什么好事儿都会聚集到你的身上。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我和贺乔燕的关系，我都不敢仔细想。表面上看，我确实挺让人羡慕的，能嫁给全秦城最有钱、最有权、外貌气质都首屈一指的男人。可就是这样的男人，我才没有底啊！我是要跟他拼魅力、拼工作能力，还是拼钱？也许玩笑太多次，让我感觉不太真实。也许奇迹总恰当合适，撩拨心思，把刀子藏相识，心动又太迟，却不知我早习惯你放肆。这样遇到生意，幸运是